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，于是我的世界被吵醒，发现你始终还靠近，默默地陪在我身边，态度坚定。哇，太强了！天籁，天籁，还好我坐得稳，不然就被穿透了，你知道吗？差点被穿透了。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，是因为它历久弥新，而且常读常新。好书是这样，好歌同样也是这样。放眼望去，现在的华语乐坛虽然在不断涌现出新人，但榜上有名、名列前茅、最受人瞩目的还是10几年前的那些歌手。提到华语乐坛，不得不提的就是周杰伦。从2000年出道至今，周杰伦的热度一直也是有增无减。时隔多年，各大音乐排行榜上他仍然是一骑绝尘。周杰伦的实力一直是毋庸置疑的，他是大家公认的音乐才子，唱作导演俱佳，影视歌三栖，出道不久便拿奖拿到手软。周杰伦从来不缺有力的竞争者，早些年与他同期出道成名的歌手也有很多，但是这些年里他们的名气也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都逐渐低迷，有的绯闻缠身，有的工作重心转移，淡出大众视野。当年与他平分秋色的几位歌手，如今早已淹没在了前进的浪潮之中。陶喆当年红极一时，现在年轻人很多都不认识，甚至没有听过他的作品。他的主要受众仍然在于当年与他一同成长起来的那批人，现在他也主要侧重于创作，当音乐人很少再出现在大众视野。王力宏绯闻缠身，与李静蕾离婚事件弄得沸沸扬扬，连续上榜热搜好多次，亲手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。之前他的高学历和出众的才华都一度被人看好，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，但经过这些绯闻事件之后，很难再有翻身之日。即使再有才华，大众也难以为他的渣男行为买单。曾经一度最被看好的应该就是陈奕迅了，作品传唱度高，深受广大粉丝喜爱。去年还因为《孤勇者》在学生中成功出圈，在各种场景下都纷纷翻唱，也让大家再一次回忆起了在记忆中尘封的10年。虽然他这几年仍在不断出新的作品，但是被人所熟知的仍然还是10几年前的经典曲目。总的来说，这些歌手以及许多老牌歌手大多是在吃老本，可能因为受众的不同，现在的新歌都很难出圈。如果这些歌手太过于迎合现在的大众口味，稍微不注意就会被只用情怀圈钱，留下一些莫须有的罪名，这也是他们逐渐淡出大众视野的原因。往往成名之后，他们所承受的东西要更多，所以更是在加倍地爱护自己的羽毛。当然，华语乐坛新人层出不穷，近几年有许多中生代歌手也做出了一番成绩，比如薛之谦、李荣浩、张杰、杨宗纬、邓紫棋等，深受现在年轻人们喜爱。但是这些人对比周杰伦来说，他们往往没有那么多样，他们好像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，他们有名气，有作品，但是往往处在自己的舒适圈里不肯走出。新生代歌手中，活跃在大屏幕上，可圈可点有成绩的应该只有周深的一人了。周深的音乐道路一直是很坎坷的，即使到今天。还有一部分网友认为他的声音太细，甚至有网友觉得他太娘，所以不喜欢他。在初中是周深的，其他同学都到了变声期，但周深却迟迟没有变声，嗓音还是很细的童声。周深察觉到自己与其他同学的不同，所以根本不敢开口唱歌，甚至因此产生了自卑心理。直到高中，周深才克服恐惧，参加了校园歌唱比赛，并且获得了冠军，他才开始小有名气。高考后，周深就去了乌克兰留学，他一开始的专业是牙医专业，但是周深太喜欢音乐了，
于是1年以后，他就转学到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，并且开始学习美声。之后，周深在2013年参加了《中国好声音》第4季，内因在中国好声音的节目中担任导师，但是当时内因并不认可周深的歌声，就把周深淘汰了，所以周深没有进入8强。我们都知道，高晓松是一名资深音乐人，也是一名词曲创作者，他在音乐上的造诣是很高的。他的一首《同桌的你》成为经典，现在还在传唱。但对周深来说，高晓松不仅是他的前辈，更是他的贵人。高晓松曾说，他这一辈子只有3次不惜代价帮助别人，第一次是为小柯做了第1张专辑，第2次是为朴树做出第1张专辑。这些都是高晓松20年前做的事情，从此高晓松再也没有不惜代价帮助别人打造过专辑。直到20年后，第3次呕心沥血为周深打造《深的深》，整张专辑都是高晓松自己掏的钱，并且制作7首歌曲，甚至上阵亲自监制，更是邀好友隐约、钱磊等人助阵周深，帮他打造专辑。有网友很奇怪，为什么24岁的周深就能够得到高晓松这么大的帮助？高晓松对此只回应了4个字：喜欢人好。2020年歌手当打之年，周深不断尝试不同曲风类型的歌曲，排名成绩几乎稳居前3，和邓紫棋当年的表现如出一辙。他演唱的《达拉崩吧》一战封神，在网上火得一塌糊涂。周深一人分饰5角，展示超强功底，甚至加入极乐净土的舞步，真实有趣。达拉崩吧这首歌曲让所有人看到了周深的实力。其实演唱这首歌是一个很冒险的事情，本来确定好的歌曲因为编曲出现问题，临时换成了这首歌，他顶住了巨大的压力，加入2次元风，演绎出不同风格的达拉崩吧。之前很多人可能不认识周深，又或者对他的独特嗓音有争议，但这一次所有人都对他刮目相看了，真让人不服不行。周深在总决赛中夺冠，他的总成绩超越邓紫棋，成为歌手舞台上最成功的新生代歌手。我想，如果没有高晓松老师发现周深这匹千里马，周深会不会已经离开歌坛？英雄惺惺相惜，感谢晓松老师发现深深。2022年时光音乐会最后一期节目中，周深演唱的是方文山作词、周杰伦作曲、魏如云原唱的一首冷门歌曲《听见下雨的声音》，是方文山执导的电影《听见下雨的声音》的同名主题曲。这首歌有些抒情摇滚风，搭配上新诗类型的歌词，细腻地描摹出一幅女主在爱情里徘徊的幻境。其实这首歌是比较冷门的，有多冷门呢？冷门到第一次听说。当然，也许周董的歌迷们有人知道，但是音乐 App 上这首歌的播放度真的有些差强人意。周董随便一首热歌评论都是20-30万，这首歌只有1万评论，而原唱魏如云版本的评论就更少了，只有几千。魏如云的演唱有些小清新，但力度不够，情绪有些漂浮。周董的版本力度够了，但是气息和音色失了它原有的味道。所以周董版本给人的感觉是，虽然好听，但很想笑。因为当周董一本正经的抠字眼唱歌时，难免让人心生滑稽的感觉。而周深的演唱恰如其分地赋予这首歌新的灵魂，让它成为一首真正的苦情歌。苦到什么程度呢？看下朋友们的弹幕来感受一下。我也不能理解，他一个万年单身狗，是怎么唱出这样的感情的？周深每次都只在歌里体验爱情的苦。呜呜呜！私以为深深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就是可怕的共情能力。我本身在上课，只是在听，然后就忍不住抬头看他唱，然后就立刻被感情爆发的那里搞哭了。本以为在大神方文山面前，这首歌不太好让周深表现出惊艳感，但是不愧是深深，宝藏挖不完。原来周深也很适合演绎这种细水长流式的情歌。周深版听见下雨的声音，声音清透，听上去哀伤，但又有一丝留恋。跌宕起伏之间，将一首普通的抒情歌变成一首叙事史诗。一曲唱毕，田震、孙悦、胡夏一如既往地被折服。方文山老师给出了很高的评价，直言天籁之音，唯一能让方文山换掉周杰伦的人，可能只有周深吧。